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30岁杨紫，35岁赵丽颖春晚同台，一个撩人富贵，一个新锐精明。杨紫和赵丽颖都是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但是她们最擅长的还是拍摄。在春节活动中，一人抽签，一人唱歌。在观众面前表演之前，很多人都有点担心，他们随时可以跨界表演吗？展览结束后，人群得到了混合的审核。然而，大家说什么？有人赞，有人骂，很难说得过去，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给予过多的考虑。我宁愿看他们的服装，也不愿看他们的演讲。纵观春节晚宴，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成功和大紫来衬托气氛，而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一身素色礼服，给人一种明确的倾向。尽管如此，他们的穿衣风格却截然不同，各有特点。一个是走老路，一个是走时尚路线，但都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各异，却同样穿出一种品味的感觉。这条裙子的设计非常基本，大面积的白色照亮了色彩。除了胸前点缀的墨竹图案外，没有任何额外的充实，看起来朴素而富有，高贵而正气。一般来说，越是简单的衣服，越能反映出穿着者的气质。如果气质不够，很难控制简单的衣服。遭遇深重的不幸之后，赵丽颖变得比以前更加内敛和书香了，性格也得到了提升，驾驭这身朴素的白裙毫无压力。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可以无可挑剔地展现出女士们精致细腻的一面。立领的造型可以改变脖子，向外拉长脖子的长度，衬托出美妙的脸型，更显文艺复古。此外，这件深色竹节旗袍是高级版，薄胸设计勾勒出腰部曲线，剪裁为加长的拖地裙摆，给人一种时尚感。整体造型上紧下宽，更能凸显可爱的身材曲线。这种上紧下宽的方案，对于身材不对称、胸围偏瘦、腿型有缺陷、腿粗的女士来说完全合理。宽大的裙子可以很好地掩盖这个弱点。发型也是一个重要的搭配。如果你穿得好，如果它与你的发型不相配，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丸子头是众多艺人最喜爱的发型，球头具有减龄、改变头部状态、延长球场的要素，它看起来至少年轻了10岁。总的来说，赵丽颖这一身穿搭真的是惊艳到我了。造型虽然简陋，但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也很精致。身着红衣留在人群中，她的清新和活泼无疑是吸睛的。蓝绿色给人一种纯粹、理性、年轻的感觉，而蓝绿色的装扮也不难搭配。如果你没有天生的穿搭能力，不建议你尝试这种色调。这条裙子通体是蓝绿色，里层是亮丝。为了突出层次感，在下半身增加了外层的绷带，使人看起来就像是从地球上掉下来的小精灵，完全反映了无可挑剔的敏感身材。衣领采用真丝质地，结合低调的设计，衬托出白皙的肤色和肩颈的曲线美，尽显女人味。腰部的闪亮腰带提升了裙子的设计感，好看的同时更显瘦小腹。几组巨大的好东西强化了光布带来的精灵灵魂，进一步彰显了佩戴者丰富的个性。线条感十足的耳钉拉长了脸型，配合非常有管理感的丸子头，这减龄效果简直惊为天人。总而言之，杨紫穿这条裙子给人一种火辣精致的感觉，同时又不失撩人妖娆。我觉得这件衣服作为婚纱也很不错，综合考虑，谁不想成为当下的小仙女呢？赵丽颖和杨紫，一个清新亮丽，洋溢着传统风情，一个妩媚精致，充满时尚气息。你喜欢谁？02得分女星春节造型，杨紫高变成名，35岁赵丽颖第一。一直以来，无论是央视春晚还是街坊台，一些女明星的衣着、造型、美妆、地位都会上热搜，尤其是舞台装扮更是成为了话题中的佼佼者。舞台上的台词，对于发货人来说，春晚会是一个带货的好机会，而对于女性商家来说，春节是一个展示自我的好机会。不管舞台上的表现是否出色，总能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所熟知。01赵丽颖10个焦点。赵丽颖在央视春晚有2个项目，首先是开场时众星合唱的《花开萌芽人》，她穿着一件经过独特修饰的红色短裙，裙子的一些小细节的设计特别的中国风和社交。
两个灯秀显得十分妩媚青春，整个妆容不显厚重，显得有些稚嫩，所以赵丽颖好萌的话题同样登上了当晚的微博热搜。不得不说，虽然赵丽颖已经35岁了，但她的状态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留在两个年轻的奇迹之间，她看起来并不老。她的年龄与1995年出生的 Tunzer 一样大，同时她又迷人又成熟。有网友表示，如果你不说，你就感觉不到你已经当妈妈了。央视特别为赵丽颖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可以看出脸上没有任何瑕疵，五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脆弱，情况管理到位，一点错都没有。赵丽颖的另一档节目是演唱歌曲《慢庭芳》，国色天香。为了配合歌曲的风格，她特地选择了一件带有中国元素的白黑竹节连衣裙，与开场副歌的风格完全不同。以前很可爱很漂亮，现在是温柔端庄，可谓春晚女明星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两件衣服的特殊设计都非常考验身材，赵丽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生完孩子也没有长胖的迹象，她堪称娱乐圈女明星的自我管理高手。在大年初一播出的北京卫视春晚中，赵丽颖的状态与前一天央视春晚的状态并无二致。赵丽颖平时在晚会上化着同款妆容，但每次依旧给观众惊喜。2. 宋祖儿8分。宋祖今年央视春晚的2套穿搭也在微博上火了一把。开场副歌中的中国娃娃是一对丸子头，身着中国领红短裙，裙子上覆盖着红色和黄色的亮片，人们精神抖擞，充满青春气息。春晚彩排前，宋祖上下班，路透图中的双丸子头十分吸睛，一方面很减龄可爱，另一方面又让人看起来很幸福。宋祖毕竟还年轻，皮肤状态和身材管理肯定要超越很多女明星。好的衣品加上原汁原味的小张柏芝颜值，观众很难不被她惊艳到。宋祖一直是港式浓妆的代表，就算是火红的嘴唇也不会有违和感，最主要的是百搭，和素色的她都能相得益彰。宋祖第2套 look 是一套青色长纱裙，两组书的反差特别强烈，这2种风格一般人都驾驭不了。这一套模样分明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大小姐。看惯了宋祖活泼可爱风格的观众，这次也很惊喜。3. 杨紫9分。关注微博热搜进入杨紫造型话题页的网友对她在春晚的表现评价道：杨紫这次疯了。第1套碧绿色的长裙完美的露出了天鹅颈和锁骨，最重要的是展现出完美的身材。一直有人说杨紫微胖，现在看来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现在的她是一个身材苗条、身材凹凸有致的少女，性感中透着贵妇人的端庄、贤惠、知性。杨紫在语言节目中身穿白色衬衫，搭配红色外套，脚踩一双黑色直筒靴。虽然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look， 但是穿在她身上却别有一番风情。据说现在杨紫身穿同款或相似款的红色大衣已经售罄，可见带货能力一流。杨紫纯在春晚的高马尾发型已经到了各大博主争相出教程的地步，很多网友都想知道这个发型是怎么来的。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高马尾，其实大有深意，看起来很有元气感，刘海的排列也恰到好处。她以前的风格一直存在争议，包括她的外表。这一次，不少网友表示以前看不上杨紫，现在觉得她好美。4. 秦岚8分。秦岚在央视春晚开场合唱中的美人鱼堪称同台最佳，浓妆艳抹的她，性感的裙子保守又保守，又开放又开放，带上珠光宝气的配饰，仿佛在说姐姐就是女王。前几位若是状态不错，毕竟也算是年轻了，但对于已经43岁的秦岚来说，真的是难得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她的皮肤很柔软，没有皱纹。秦岚在北京台春晚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高开叉的白裙尽显气质，一头短发尽显干练，整体风格温柔大姐姐风。其实秦岚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她的身材，不过一看就是个中年少女，难怪她能和弟弟约会，网友都说她瞎了。03. 娱乐损失。飞天奖得主博士中的大海成一座，肖战记住15个教学字。内娱的失落真的是内娱的失落，飞天奖得主拍摄的电视剧《梦海》也成了一座。这种心情在春节热闹的气氛下更显得悲凉凄凉。
而曾与他合作过的演员肖战也牢记15字教义，凌晨发文悼念，言辞间隐隐有一种弟子的感觉。其实说到这里，如果你经常关注内娱，关注肖战，关注和他相关的一切，就基本知道萧景说的是谁了。他就是国内著名导演、编剧傅宁，也是古装剧《海的那片梦》的导演。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样一个春节，本该和家人一起欢乐、幸福的度过的时候，却收到了这样一个噩耗：傅宁去世了，令人痛彻心扉，难以掩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失落，也是一种无奈。我们无奈于世事无常，无奈于天不留情，无奈于人生无常，我们总是不确定谁先来，无常还是太阳。我们失去了导演本身的才华，失去了国产娱乐影视剧的没落，失去了大旗手的不朽。哀天妒才，哀人世。诚然，很多人对傅宁导演并不是很了解，但相信大家在荧幕前听过或看过他创作的一些影视作品，分别是秦海璐、王版主演的《鸽子哨》和王版、方方斌主演的《兄弟的车行》，分别是秦海璐、吴刚主演的《全家福》和《任重》，朱雨辰主演的《别叫我哥》。分别是任达华、京超主演的《魔城风云》，陆毅、袁泉主演的《风再起时》，是任嘉伦、李曼主演的《秋蝉时岔海》，由刘佩琦、连奕明领衔主演，赵露思、侯明昊领衔主演的《胡同》，肖战、李沁领衔主演的《梦中的大海》。全家福也获得了第29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而这个主流奖项也是对傅宁导演才华和能力的肯定和认可。如果你仔细观察，用心欣赏，你会发现傅宁导演的作品往往充满着浓郁的生活背景和浓郁的时代情趣，既有刻刀般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有风雪飘摇的浪漫主义情怀。总之，傅宁导演在整个国内娱乐圈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他的突然离世，相信每一位喜欢他作品的观众都感受到了震撼、遗憾和无奈。同时，作为曾与傅宁导演合作过的演员肖战，也铭记15字教诲，深表哀悼。在我们朝夕相处的几个月里，我能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导演天天在片场，是你告诉我，除了戏，没什么好担心的，你要相信自己。非常感谢大家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表示慰问。肖战写道。是啊，能说出除了戏什么都不重要，要相信自己的导演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在他心里，一定是戏比天大，他一定把拍戏当成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